大家好，今天和大家看每日一题，题号1569 Number of ways to reorder array to get same BST。中文的话就是说，把一组给定的序列重新安排，请问得到同一种二元搜索数的方法数有几种？所以一开始题目已经破题，这是一题类似排列组合的题目，题目会给我们一个输入序列，然后要求我们重新排列，问我们得到同一颗二元搜索数的方法数有几种？他给我们几个范例，我们先看范例一，然后剩下的范例我们会用白板解掉，然后推导我们的演算法规则。第一个例子，他给了我们一颗二元搜索数，根节点是2，然后它的输入序列是213。问我们重新排列之后，有几种方式可以得到同一种二元搜索数？那其实重新排列之后，方法数只有一种，因为二元搜索数就像前一题提到的，它本身是有次序性、以排序的性质，所以根节点这个2肯定要固定下来。那剩下可以重排的只剩下13，所以13重排之后变成31，所以另一组可能的重新排列就是231，这样重新制造出来的二元搜索数也会是原本这一颗。为什么2一定要固定下来呢？因为2假如没有固定下来的话，假如是1当根节点的话，那这样造出来的二元搜索数就跟原本的不一样，这个就不是题目所求。所以根节点一定要固定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除了原本的次序性要保持，而且原本的样貌也要维持住，原本的形状也要维持住。接着后面几题它的规模比较大，我们会用白板解，然后顺便从中推导我们的演算法。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说，输入的序列最短是1，所以它保证至少会有一个元素，不会有空序列，所以这边也可以排除空序列的检查。最大是1000，所以这边基本上可以合理的猜测它的暴力法上限的复杂度会是 n 阶，所以它的平台的上限可能会卡一个 n 阶的演算法会被踢出去，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敲。然后第二个是每一个元素的值最小是1，最大会是序列长度，所以它保证里面的二元搜索数都是正的值。第三个保证是输入的序列里面都是独一无二，不会有重复的元素。这题刚好有给官方提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官方提示说，用 divide and conquer 这个策略，中文的话有人讲分而治之，有人讲各个击破。那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透过递回关系式，把原本大规模的问题化简成比较小规模的问题，一直化简到 base case， 也就是初始条件之后，再反推原本大规模问题的答案。第二个他说，第一个数字一定是根节点，这个概念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范例1我们就提过，根节点一定要固定下来，因为假如根节点没有固定下来，重新制造的二元搜索数的形状就会跑掉，所以就不是我们所要的。然后考虑比较小的数字和比较大的数字，把它们分为两边，也就是左指数和右指数，而这个呼应到二元搜索数本身已经排序的性质，左指数一定小于根节点，右指数一定大于根节点。然后接下来考虑它们的排列组合数，也就是分成左指数和右指数，它们重新排列可以有几种方法。好，那我们就来看白板。现在看到范例1，然后我们现在正式用 divide and conquer，还有排列组合精神来正式的解这道题目。一开始题目给我们输入序列是213，然后根节点是2，根节点一定是输入序列第一个元素，所以2就固定下来。这2固定下来原因刚刚已经再三提到，是为了要保持形状一致，因为假如2没有固定下来，今天是别的元素，不论是1或者3，只要它们当根节点，那么重新制造出来的二元搜索数形状都会不一样，所以根节点一定要固定下来。那根节点固定下来之后，现在左指数剩下1颗嘛，右指数也剩下1颗，所以现在问题的规模被我们化简成两个比较小的问题，原本是规模为3的输入，被我们化简成两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是输入为1的左指数，另一个是输入为3的右指数，它们的 size 都只有1，所以现在的排列就变得比较单纯，现在变成左指数和右指数去重新安排这两个空位，要么是左指数排前面，要么是右指数排前面，所以这边的等价写法就是 C2 取1，这个2怎么来的？2就是左指数的 size 加上右指数的 size， 你也可以讲成白话，讲成左指数的节点数目加上右指数的节点数目，所以这边2会从这个1加1过来的。总共的空位数有2个，要么就是左指数在前，要么就是右指数在前，所以 C2 取1就是安排空位的方法数。那具体的排列方式呢，就由左指数内部的方法数决定，和右指数内部的方法数决定。所以这边写下来的话，可以写成C2取1，这边是安排空位。那具体左指数怎么排呢？现在视角就转到左指数，一样的分析方法可以通用。现在左指数当根节点，还有其他的空位吗？没有了，因为1的左边是空，
右边也是空，所以不需要安排空位，所以这边变成 C 0取0，然后乘上它左边是空指数嘛，所以空指数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挪，然后它的右指数也是为空，所以方法也是挪，所以对这个方法 L 对 EJ 颗左指数来讲，它的重新安排方式只有一种，因为它只剩下一颗节点，所以最后返回的答案会是1。那右指数呢？右指数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今天把其他的节点都遮住，我们只看3这个右指数的时候，它的方法数也是变成把3固定下来。那3左指数也是为空，右指数也是为空。那左指数为空，右指数为空的方法数也都只有一种，就是挪。所以当我们只看3这个右指数的时候，它 return 回来的方法数也是只有一种。所以最后写出来的方法数就是 C2取1，也就是2种，乘上左指数的方法数是一种，乘上右指数的方法数也是一种，对，总共是有2种。那最后要记得要把原本的方法数减1，扣掉原本的音步不要算进来，所以最后 return 出去的最终答案会是1种，这边是1种。最后要记得把方法数减1，因为原本的输入本身也是一种合法的排列数，所以这边要记得扣掉。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它输入是一个5个节点的2元搜索数，那一样根节点要固定下来，根节点固定下来才能保证形状维持不变。接下来我们把问题化简到2颗比较小的指数，一个是规模为2的左指数，另一个是规模为2的右指数，所以这时候写下来左指数的大小是2，右指数的大小也是2，那剩下4个空位由左指数和右指数重新安排，所以就是从4个空位里面选2个放给左指数，或者等价的想，你也可以想成4个空位选2个放给右指数。那这边我们把它展开，就变成要么就是左左右右，要么就是左右左右，要么就是左右右左，或者另一种对称的形式就是右右左左，右左右左，右左左右。所以总共这边会贡献6种重新安排的方法数。那接下来又回到刚刚的递回分解的形式，现在讲我们都固定关，现在我们把视角切入左指数，只看左边这一颗，那会变成1当成根节点固定下来，剩下一个空位。那这颗左指数，它的左边已经是空了嘛，所以左边为空，所以它这边变成总共就是 C1取0去分配这个空位，乘上左指数这边已经空掉，所以空节点只有那么一种选择。再来右边剩下一颗节点，一颗节点的重新安排方法数也只有一种，所以乘以1，对，C1取0是1，1乘1乘1还是1，所以最后左边这边方法数 return 回来的就是1种。右边呢，右边的分析手法其实也是类似的。当我们今天把视角切入右指数，只看右边这一颗以4为根节点的右指数，变成4固定下来，那它剩下的空位数只有一种。这时候4的情况变成它的 L 和 R 分别只剩下0和1嘛，因为4的左边是空掉的，4的右边只剩下按1节点5这颗指数，所以这边分配空位的方法数剩下 C1取0。乘上左边这边是空掉了，所以空节点只有那么一种可能，然后右指数只有一颗，一颗节点的安排方法数有这一种，所以最后右边这一颗指数回传的方法数只有一种。C1取0是1乘1乘1还是1，所以最后这边写回来就是一种可能，所以最后这边右指数回传的可能数就是只有一种，所以最后合法的方法数就是 C4取2，相当于4阶除以2阶2阶，所以就是6，乘上1，这个1是左指数的重排数，再乘上1，这个1是右指数的重排数，最后得到6。一样，最后要记得方法数减1，因为原本的输入也是一种合法排列，所以扣掉之后6减1，我们会得到5。所以最后回传答案就是5。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范例。下一个范例根节点是1，所以把1固定下来，然后左边为空嘛，右边剩下规模为2的右指数，所以这时候安排空位的方法数变成2个空位取0个给左边，相当于2个空位都给右边。你也可以这边等价想成 C2取2，是一样意思。好，一样的分析手法，我们用递回分析左指数。这时候左指数已经空掉了，所以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空掉的方法数只有那么一种，所以这边可以很快写下来，这边剩一种。那右指数呢？右指数现在是2、3嘛，所以一样的分析，把2固定下来。我们在这边遮住不要看，一样的分析手法可以通用。现在把2固定下来，分配一个空位，所以对2来说，它的左指数是空掉的，它的右指数剩下一颗节点，所以对右边这个指数来说，它的方法数变成 C1取0乘上左边为空嘛，空掉了，空只有那么一种，所以乘以1，
右边剩下一颗节点，一颗节点的安排数也剩下1，所以 C1 取0乘1乘1，右边这颗指数全部合法重新排列的方法数也只有一种，所以这边最后就是一种。所以最后回到整颗数的观点来看 ，C2 取0还是1，C2 取0相当于 C2 取2还是1，左指数空掉了，所以方法数就一种。然后右指数是2颗节点，刚刚计算过的是一种，所以全部乘起来就是1乘以1乘以1还是1。然后同样的，最后方法数要记得减1，因为原本的输入也是一种合法重排，所以1减1会等于0，所以最后 return 的就是0。这个范例相当于说，原本的输入就是唯一一种排列方式，没有其他的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数。OK， 那其实这3个范例都看完，其实我们就已经有整个宏观的演算法架构。给定任何一颗2元搜索数，我们可以把根节点固定下来，这是为了保障重新排列后2元搜索数的形状不变。接下来就是分配剩余的空位，那剩余的空位是由左指数和右指数去分配的，所以方法数就是左指数的大小加上右指数的大小，其中选 L 个分配给左指数。这边你也可以等价的想成左指数加上右指数，它们大小总和分配 R 个给右指数，这两个是等价的，所以这时候就是把空位都分配完了。那具体的安排方式呢，就由左指数的方法数和右指数的方法数决定。那左指数的安排方式又可以用递回的形式把它解开来，右指数也是同样道理。像我们刚刚在解范例的过程，那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是 base case， 也就是终止条件，也可以讲成是初始条件。当剩下0颗节点的时候，代表现在是空指数，空指数只有一种选择就是 null， 或者当现在这个指数只剩下1颗节点的时候，它的方法数也只有一种，因为1颗不管怎么重新安排，方法数还有只有一种。那2颗呢？其实2颗也只有一种。比如说我们今天照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剩下5和7，5和7还有重新安排的方式吗？没有了，因为7和5是非法的，因为只要7当根节点，7就已经破坏形状，所以当剩下2个节点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数也只有一种。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是5和3，这样还有重新安排的方式吗？也没有，因为3也不能当根节点，3当根节点就破坏原本2元搜索数的形状，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当节点数目剩下0或1或2的时候，它们的重新安排的方法数都只有一种，这就是我们的初始条件，也可以讲成是终止条件。那我们通则刚刚这边已经看到了，就是空位重新安排的方法数乘上左指数的具体安排形式乘上右指数的具体安排形式，那最后这个全部的方法数相乘减1扣掉原本的音符，就是我们最后答案。好，那我们已经有了宏观的演算法，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细节的程式码实作。其实这边就是把刚刚白板的精神写下来而已。一开始会有一个终止条件，或是你可以讲初始条件检查，检查现在这一颗指数它的节点数目是不是小于等于2，因为小于等于2的时候，它们重新安排的方法数只有一种。那通则呢？通则就像我们刚刚这边白板看到的，剩下的空格重新分配，所以就是左指数的大小加上右指数的大小，其中选 L 个分配给左指数，所以就是 CL 加 R 取 L， 或是等价你可以想成 CL 加 R 取 R， 这两个是等价同理的，然后乘上左指数具体的方法数乘上右指数具体的方法数，就是我们全部的方法数，所以根节点固定下来，然后里面比根节点还小的都是左指数，然后剩下比根节点大的都是右指数，然后这边分别取得左指数的大小和右指数的大小，最后就是依照我们刚刚发现的规律，剩下空位的分配就是左指数的大小加右指数的大小，其中取 L 个分配给左指数，乘上左指数递回解，就是左指数的具体安排形式，乘上右指数的递回解，也就是右指数的具体安排形式。最后记得减1扣掉原本的输入，再对一个很大的 constant 取 modulo， 这是题目原本事先定义好的，这个常数是原本题目定义好的，他怕到时候答案太大，所以要求我们最后返回的时候对10的9次方加7取一个余数，那最后就完成我们的计算。我们这边快速的测试和提交我们程式码。没有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高效率，时间排行 PR94， 空间排行 PR50 的演算法。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分析复杂度。其实复杂度可以用一个递回形式的分析函数来表达。原本的整颗数的大小为 n， 分解之后变成左指数加上右指数，然后加上这一回合 big O n 的成本。这一回合成本，这个 big O n 怎么来的？就是在我们拆分成左指数和右指数来的。因为扣掉根节点之后，剩下 n 减1颗嘛，
剩下 n 减1颗会分给左指数或者右指数，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扫描的动作，这个扫描的动作就耗费了 big O n。那拆分成左指数和右指数，就对应到原本公式这边的形式，对应到这边的递回解 ordering left 和 ordering right，这两个递回方向的互价，就对应到我们这边分析函数的 t left 和 t right。那最差的情况是哪一种呢？最差就是这一棵树是一棵歪斜的树，也就是说，当左指数为空，一直向右倾斜，或者右指数为空，一直向左倾斜，这时候会有最差的复杂度。就像我们刚刚在范例中看到的，其实这一种就是最差情况，因为当这一棵树向右歪斜的时候，每一次分解的时候都只能选择往右，因为左边都是空的嘛。那你每次选择往右，相当于每次的规模只有减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 big O n 次的化解，才有办法抵达终止条件。所以最后的乘数最长就需要 big O n 层才能抵达终止条件。那有 n 层，每一层的成本就因为拆分子数的时候需要付出 big O n， 所以外层 n 层，所以外层需要 n 次的化解，内层每次化解是 big O n， 所以两次相乘就是一个平方级，就是 big O n 平方的时间复杂度。那空间呢？其实空间也是，因为空间你也可以写成 n 颗节点的总输入，可以拆分成左指数和右指数的递回分解，加上自己当下这一回合的拆分。拆分刚刚已经看到，左指数和右指数在分解的时候需要一个线性扫描，所以这一回合当局的分解成本是 big O n。那最差的情况也是发生在二元搜索数歪斜可能是往右歪斜或者往左歪斜。歪斜的时候，每次的化解只能减一，所以最多需要 n 次化解才能抵达终止条件。所以外层有一个 n 层，内部每一层分解的时候需要 big O n， 所以最后总成本也是 big O n 平方，也是平方级的。所以最后这一题综合来看，不管是时间复杂度还是空间复杂度，都是 big O n 平方，也就是一个平方等级复杂度的演算法。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有想要讨论或者发问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您分享给身边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